10天，30乘清瘟草送青州，不许借马，不许用驿站，送不到，风行镖局这块破牌子，后天就摘下来，换我龙源的字号。这是死单啊！清瘟草见潮就烂，神仙也送不到。龙源的单子向来不是裹着糖的笔霜，就是淬了毒的钩子。陆州，别急。哎呦，沈镖主，您这话可就太伤人心了。我们龙源大当家一片好意，到您嘴里就成了砒霜钩子。这单货简单的很，30车上好的清瘟草从这儿运到青州，限期10天。清瘟草，这东西最是娇怪，见潮就发霉，沾水就烂根。从这里到青州，足足800里，10天根本……怎么样？这单生意做不做？做。这单的酬劳刚好够你们还上这800两。不做，这800两明天一早就得还。还不上，风行镖局这块牌子后天就该摘下来，换上我们龙源的字号了。我劝你们识时务。清瘟草怕潮，限期又短，还不许借马走驿站，这哪里是生意？这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逼我自己抹脖子。龙源是铁了心，要在3日之内吞了风行。坐。陆州，你疯了吗？清瘟草30车，10天到青州，神仙来了也办不到。这是个死局，接了他就是把全镖局30多条性命往火坑里推。痛快，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哦，对了，我们龙源大当家这几日要亲自押送一批官银进青州，走的是又宽又平的官道。到时候啊，在青州城门口，我们大当家或许还能抽空给你们风行镖局收收尸。哼！你接这种单子，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还是嫌风行镖局倒得不够干脆？当家的，老朽知道你不甘心，可这真的接不得呀。咱们认个差，把镖局让出去，好歹给弟兄们留条活路啊。周伯、青丘，你们信不信我？10天之内，我不光能把这30车清瘟草一根不少的送到青州，大当家那批官银，连青州的城门都摸不着。丁，检测到青州官道方向72小时之内将爆发特大泥石流，沿途车队、官银车队货物保全率为0。龙源，你递来的这把刀，我接了。你已经对着空气自言自语了快1个时辰了。陆州，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被钱多多那番话活活气糊涂了？青丘，我跟你说一件事，说完之后，你先别急着把我当疯子捆起来。说吧。反正你今天接那单子的时候就已经够疯了，我也不差再多听一桩疯话。从今天起，我的脑子里多了一样东西，它能看见这天下间所有的路，大路、小路、断头路、活命路，它能算出哪条路藏着杀机，哪条路埋着宝贝，它甚至还能预知天象。我告诉你，3天之内，青州官道上会有一场吞天噬地的特大泥石流，龙源大当家那批官银必死无疑。你拿什么证明给我看？这里，地下3尺埋着一串铜钱，50文整，是上一任镖局主人3年前喝醉了酒亲手埋下的，后来他自己都忘了。不可能，这院子我从12岁住到现在，整整5年，每一寸土我都熟得不能再熟，从没听说过。挖开看看，不就知道了？这怎么可能？地下3尺，分文不差。陆州，你脑子里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我管它叫缺德导航系统。它给我指的路，专挑别人不敢走、走不通的，可每一步都能踩在活路上。现在你信了吗？官道上的泥石流是真的，龙源的官银是真的要葬送，而我们要走的那条活路叫鹰巢绝剑。鹰巢绝剑，那是方圆百里闻名的死亡无人区，里头豺狼成群，虎豹横行，毒虫瘴气遍地，多少胆大的猎户和镖师进去过，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你要带30车或30多个弟兄进那种地方？别人进去是9死1生的送命，我们进去是大摇大摆的捡宝贝。青丘，相信我这一次，我不光要带着所有人完完整整从绝部里走出来，
我还要让风行镖局这块招牌重新挂回门头上，挂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亮。好，我沈清秋这条贱命，本就是你3个月前从那伙人贩子的刀下救下来的。你说该往哪条路走，我沈清秋提刀替你开路便是。当家的沈镖头，这地方连飞鸟都不愿意落脚啊！您看那地上的白骨，咱们真要进去？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大辽把镖局让给龙源，命要紧啊！进去就是给野兽塞牙缝。军心已乱，这个时候光靠嘴说没用，我得让他们亲眼看见，跟着我走，不仅死不了，还有天大的好处。都看见左边那道石缝了吗？现在，谁去把那道缝里的藤蔓扒开？还有银子，这是哪个倒霉的镖队留下的？当家的，您怎么知道这里头藏着东西的？这是10几年前一直葬身在此的镖队留下的遗物。这绝县里葬着的不只是白骨，还有数不清的被旁人忽略的机缘。你们怕他，他就是吃人的鬼门关；你们跟着我，他就是给咱们风行镖局铺金砌银的发财路。都听见了，当家的脑子里有神物指路，绝后再凶也凶不过咱们没饭吃没活路。愿意跟当家的搏一场富贵的，提起精神，跟我走。想当缩头乌龟回去给龙源当狗的，现在就滚！当家的指哪儿，俺老赵打哪儿。富贵险中求，俺们风行的汉子怕过谁？跟当家的走，搏一场富贵。高危，前方3点钟方向潜伏猛兽，请宿主谨慎决策。头儿，俺这心里头咋直发毛呢？俺总觉着这林子里有啥东西正死死地盯着咱们。都别出声。3点钟方向，那棵枯树后头有一头东北虎正在打盹，它还没醒。你确定成年的？系统从未出过半点差错。这一刀是立威的第1刀，是让30多个弟兄彻底归心的关键。这一刀砍下去必须是雷霆万钧，绝不能有半分软弱。我用我潞州这条命给你担保，趁他还在睡，一刀把那棵枯树从根上砍断。开路！活的老虎，头儿，您隔着这么远，咋就知道树会头正趴着老虎的？这不是神仙是啥？回头剥了，这张极品虎皮又是一笔进项。来了，这趟绝剑之行，真正的足以让风行翻身的第1桶金到了。大当家真是神机妙算，您让那帮风行的蠢货去送什么娇贵的清瘟草，还断了他们的马和驿站。属下斗胆猜测，这会儿啊，那潞州和姓沈的丫头，连同他们镖局那30多号人，骨头渣子怕是都快被应酬绝康里的野狼给嚼烂喽！风行镖局，哼，不过是一群不知死活、妄图螳臂当车的蝼蚁罢了。等本当家把这批官银风风光光的送进青州府库，得了上头的赏识，再回过头，倒要好好看看那个姓陆的小子拿什么来还我那800两。这青州城方圆800里的镖局生意，迟早都得姓龙。大当家，不好，这天色，这动静不对劲，怕是要出大事。大惊小怪，慌什么？不就是要下一场雷雨吗？给我加快脚程，趁着雨还没倾下来，从速赶到前头的官驿避雨。都给我打起精神，护好官银。逆时流，快跑啊！我的官银，我的官银啊！都给我去抢，谁也不许跑，把银子给我抢回来！完了，全完了，官银，几10万两的官银全没了。下官无能，钦差大人在赴任途中不慎染上了一种凶险的瘟疫恶疾，如今邪毒已然攻心，5脏6腑皆受其害。若想保住性命，唯有一法，须得以100年以上的极品野山参，先吊住大人这一口将断的元气，再辅以新鲜的清瘟草入药解毒，方有一线生机。可这
这偌大的青州城，仓促之间，上哪里去寻100年以上的野参？又上哪里去寻新鲜的清瘟草啊？糊涂！钦差大人是奉了圣命前来巡查的天使，若是在我青州地界上有个3长2短，莫说是本府，便是这满城上下大小官员，谁的脑袋也保不住！快，再去把全城所有的药铺、所有的猎户都给我翻一个遍，掘地3尺，也要给本府出野参和清瘟草来。这位想必便是青州知府大人，在下风行镖局陆州，奉龙源镖局之托，运送一批清瘟草至青州，方才入城，便听闻钦差大人病重垂危，举城寻药，事有凑巧，在下此行不仅带来了大人急需的新鲜清瘟草，恰好还有一株100年野山参在此，或可解大人燃眉之急，救钦差大人于危难。百年野参不止。这参须，这炉头，这品相，此乃100年中难得一见的极品中的极品呐！天不绝人之路，有救了！是谁救了本官的性命？回钦差大人，是这位风行镖局的陆当家，是他在危急关头及时送来了新鲜的清瘟草，还慷慨献上了一株价值连城的100年野山参，这才将大人从鬼门关前硬生生的拉了回来呀！好一个风行镖局，好一个临危不乱的陆当家。你叫陆周是吗？救命之恩，本官记下了。说罢，你想要什么赏赐？金银、官职，但凡本部能做主的，绝不吝惜。机会来了，要金银是下之策。左不过得些福财，这青州地界上真正的肥肉是龙源刚刚在泥石流里断送掉的那块官银承运之权，这才是能让风行镖局一步登天的根基。回禀大人，草民别无所求，救人性命本是分内之事，不敢居功。只是草民入城途中，一听闻一桩憾事，龙源镖局奉命押送的官银，在青州官道遭遇了100年不遇的特大泥石流，整支车队全军覆没。所押官银至今下落不明，朝廷恐将蒙受巨大损失。草民斗胆，愿为朝廷分忧，恳请大人将这青州一带兹后所有官银的承运差事，交由我风行镖局来办。草民在此立誓，必当竭尽全力，确保每一笔官银安全无虞。说得好！龙源镖局护送官银玩书职守，致使数十万两官银付诸东流，此乃天大的过失，本就该严加查办，永不录用。陆周，你既有这般为国分忧的担当，又有这般通天的本事，本官便在此替朝廷做主。即日起，这青州一带所有官银的承运之权，尽数交由你风行镖局执掌。本官回京之后，必为你向圣上请功。你做到了，从那个濒临倒闭的破镖局，到如今的官银承认陆州，你真的做到了。请求，我要让这天底下所有人都清清楚楚的知道，往后送货这件事，咱们风行镖局敢认第2，就没人敢认第1。3天，整整3天，青州城里10有8、9的客商都跑去捧那个姓陆的臭脚了，连我龙源的老主顾都开始给我推3阻4。大当家息怒，那陆州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碰巧救了钦差。咱们龙源经营青州20年，根基深厚，岂是他一个暴发户能撼动的？根基？我的根基就是这青州城里没人敢跟我抢生意。如今他风行抢了官银承运，明天是不是就要抢我龙源的看家买卖？传我的话，以龙源镖局相会首的名义下达封杀令，自今日起，但凡与风行镖局往来的商号，龙源一律断绝生意，永不录用。我要让风行在青州地界上一单生意都接不上。大当家高明，断了他的客源，他风行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得活活饿死。你知道今天府衙里那帮人是怎么看我的吗？20年了，从来都是我龙源在青州城里说一不让。今天他们竟敢当着我的面夸那个姓陆的小子，夸他临危不乱，夸他急公好义。大当家，是属下办事不力，没能拦住那姓陆的。狼，现在拦还来得及吗？官银承运的肥差被他抢了，客商被他笼络了，
连那帮见风使舵的同行都开始跟我离心离德。我若再不出手，用不了3个月，这青州城就要改姓陆了。光饿死他太便宜他了。陆州那小子处处料事如神，仿佛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光靠断他财路未必困得住他。我要的是让他风行教局连人带货，永远的彻彻底底的消失在去往锦州的路上。我要让所有想跟风行做生意的人都看看，跟陆州走得太近是什么下场。回去告诉你们独眼狼大当家，这5000两黄金是定金，事成之后再加5000。我只要一件事，盯死风行镖局下一趟出城的镖队，给我在黑风岭斩草除根，一个活口都不许留。大当家放心，黑风岭是我们黑风寨的地盘，进了那道岭，就是龙王爷来了也得脱层皮。那个姓陆的有去无回。哼，有意思。看来龙源这是要从断我财路升级到直接要我的命了。陆当家，救命啊！我这50车上好的云锦是给京城贵人定制的嫁衣料子，限期送到锦州，可如今所有镖局都不敢接我的单子啊！哦，秦老板这单子酬劳丰厚，路途也不算太远，为何无人敢接？陆当家，您有所不知，龙源镖局放出了商会封杀令，谁敢接我这种跟风行有牵连的单子？不对，是谁敢接锦州方向的单子，谁就别想在青州混了。可巧不巧，去锦州必经黑风岭，那黑风寨的山贼最近像是疯了一样，专劫往来的镖队已经有3支镖队连人带货有去无回了。当家的，黑风岭那帮山贼明摆着是龙源花钱雇来的，这分明就是个针对咱们的套。我知道这单子凶险万分，可除了陆当家您，青州城里再没人有这个胆量和本事了。只要您肯接，酬劳我翻倍。200人看着唬人，可在我这缺德导航眼里，他们的明哨暗桩、防御陷阱，全是明摆着的破绽。龙源花大价钱买来的刀，怕是要变成我风行的。真的，陆当家您真乃神人也！陆州黑风寨200号山贼，又有龙源在背后撑腰，这不是送货，这是去虎口拔牙。青秋，你说错了，谁说我们是去拔牙的？这一趟我们不光要平平安安把货送到锦州，我还要顺手给咱们风行镖局开一家新的直营分店。鱼上钩了，告诉独眼狼，动手吧，给我把风行镖局永远留在黑风岭。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喝口热汤，夜里凉。陆州，我跟了你3个月，亲眼看着你从一个连账都算不明白的病秧子，变成了如今这个料事如神的当家。我信你脑子里那东西是真神物。可这一回，黑风寨200号亡命之徒，又有龙源在背后撑腰，我怕的不是死，我怕的是，万一你那东西这一次失了灵。他这是把全流局的命都担在自己肩上了。换了别人，接连闯了绝剑，又要闯山贼窝，怕是早就吓破了胆。可他明明也怕，却还是握紧了刀，跟在我身边寸步不离。青秋，我问你，从绝剑到现在，我那东西可曾出过一次差错？没有，一次都没有。那你就该信我这一次。不瞒你说，黑风寨那200号人，每一个埋伏在哪儿，每一处陷阱挖在哪儿，此刻都在我眼前明明白白的亮着。咱们这一趟不是去送死，是去给那帮没活路的可怜人送一条生路。生路？陆州，他们可是收了龙源的钱，要来取我们性命的山贼。山贼也是人，他们落草为寇，多半也是被生活逼到了绝路。我看过了，那寨子里老的老，小的小，他们劫道不过是为了让一家老小能有口饭吃。这样的人杀了可惜，若是能化敌为友，给他们一条堂堂正正的活路，与我风行是添了200员猛将，于他们是脱了苦海，于这青州的百姓是少了一窝祸患，一举3得，何乐而不为？当家的，俺老赵以前只知道遇上山贼就该提刀拼命，跟着您之后才明白，原来这天底下的事儿还能这么办。俺服您。
好，我信你。这一回，我替你开路。都给我盯紧了，等他们进了包围圈，一个都不许放走。青丘，传令下去，一会儿让车队跟着我的手势走，我让往左就往左，我让停就停，记住，谁也别紧张，咱们就当是出来踏青的。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看着便是。大哥，你看那帮镖师咋走得歪歪扭扭的，跟喝醉了酒似的。邪门了，他们咋就刚好绕开了咱们埋的绊马索？还有三当家挖的那个陷坑，他们也躲过去了。难道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你脑子里那东西，把他们的埋伏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的明哨暗桩，在我眼里跟挂了灯笼没区别。与其在山道上跟他们躲毛毛，不如直接登门拜访，把话跟他们的大当家当面说清楚。小子，你倒是有几分胆色，敢自己送上门来。说，你们到底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穿过我的伏击圈的？独眼狼大当家，龙渊给了你多少银子，让你来取我的项上人头？5000，还是1万？既然你都知道了，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弟兄们，青丘，他要动手了，我念，你打。右肩有旧伤，发力时将半息。你左肋空门，打开。下盘，左膝是罩门。你到底是人是鬼？我这几处旧伤，连我自己都快忘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右肩的旧伤是3年前在落雁坡跟嗨石帮火兵时被一杆长枪刺穿留下的。你左膝的伤是去年雪天从马背上摔下来磕的。怎么样？我说的可对？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识相的就别再让弟兄们白白送命。火候到了，光打服了不行，得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刀我们已经亮过了，咱们来谈谈。小子，别耍花样！你说的什么分拣员5险1金，到底是个什么名堂？哼，我们黑风寨的弟兄可不是好糊弄的。独眼狼大当家，我问你，你们在这黑风岭落草为寇，图的是什么？还能图什么？不就是为了一口饱饭，为了让寨子里的老老小小能活下去。落草为寇，刀口舔血，今天劫了这家，明天躲着官兵，过的是把脑袋别在裤腰扇上的日子。一旦哪天栽了，就是满门抄斩的下场。你们的婆娘孩子跟着你们在这穷山里，连顿饱饭都吃不安分。我说的对不对？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个个身手不凡，能在这凶险的黑风岭里讨生活，本就是一身的好本事。与其把这身本事用来打家劫舍、东躲小藏，不如跟着我风行镖局，光明正当的挣一份安稳钱。你说的轻巧，我们一群杀人越货的山贼，谁敢用我们？我潞州敢用，我风行镖局正缺人手。你们武艺高强，正好做我镖局的押镖护卫。你们熟悉这周边的山路，正好做我货物中转的分拣员。我给你们的是每月足额的工钱，是管饱的口粮，是给老人孩子看病的医药钱。这就是我说的5险1金。更重要的是一个堂堂正正，不必再东躲潜藏的活法。这是我风行镖局给你们黑风寨弟兄的第1个月工钱，今天就发。不管你们答不答应加入，这笔钱就当是我潞州请寨子里的老人孩子吃几顿饱饭。当家的，俺们跟着陆当家吧，俺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上个月娃儿病了，连抓药的钱都没有。大当家，俺信这位陆当家的话。俺们打打杀杀大半辈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俺这把老骨头死了不打紧，可俺不想让俺孙子将来也跟着俺当山贼，被官兵追着砍，连个好下场都没有啊！是啊，大当家，俺们也不想再过这刀头舔血的日子。
陆当家，我独眼狼服了！我黑风寨上下200号弟兄，连同寨中老小，全部加入风行镖局。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只求您让弟兄们的婆娘孩子能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好兄弟，我陆州向你保证，跟着风行，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弟兄、任何一个家眷再饿肚子、再受欺负。我以为你要血洗黑风寨，没想到你不费一兵一卒，反倒收服了200号好手，还救了一寨子的老弱。陆州，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打打杀杀是下策，能化敌为友，让所有人都有活路、有奔头，这才是真正的赢。龙源花钱买刀杀人，我花心思把刀变成自己人。独眼狼，你什么意思？我们龙源大当家给了你那么多金子，你竟敢吃里扒外，背叛龙源！背叛？我独眼狼跟你们龙源签过卖身契吗？不过是收了几个臭钱办事罢了。如今我找到了更好的东家，跟着当家有肉吃，有安稳日子过，谁还稀罕给你们当那提着脑袋的刀子？这位龙源的朋友来得正好，我正发愁怎么把龙源镖局重金买凶谋害镖队的罪证递到知府大人面前去呢？你们这一来，可算是给我送上门的人证了。你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人证、物证，还有这5000两黄金的定金。龙源大当家做事，未免也太不谨慎了些。独眼狼兄弟，麻烦你带上几个弟兄，把这几位龙源的贵客，连同这些罪证，一并免邮送到青州府衙去，就说是风行镖局替知府大人抓获了一伙拦路抢劫、谋害镖队的真凶。得嘞，陆当家您就瞧好吧，弟兄们，把这几位龙源的朋友给我捆结实喽，咱们去府衙领赏钱。好一个龙源镖局！先是护送官银玩书职守，如今竟有重金买凶，谋害同行镖队，简直是无法无天，目无王法！来人，将这伙凶徒打入大牢，听候发落，并即刻传唤龙源大当家到堂问话。嘿，我知府大人明鉴，这其中定有误会。这些人我并不认识，许是有人栽赃陷害，污蔑我龙源啊！误会？龙源大当家，这绣着你龙源记号的钱袋，这5000两买凶的黄金，还有你亲笔签发的封杀令令牌，桩桩件件，可都对得上号。你府上的这位杀手头目，方才在堂上，可是把你如何找人，如何让他们在黑风岭打听我风行镖队，交代得清清楚楚。都是龙源大当家命令的，他给了我们利益，让我们一定要把风行镖局的人斩尽杀绝呀！龙源大当，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有何话说？买凶杀人、谋害镖队，乃是重罪。本府念你龙源在青州多年，暂不羁押，但需缴纳巨额罚银，听候朝廷发落。若再有半分弊动，定当严惩不贷。龙源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一回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不光折了买凶的金子，还把自己的罪证亲手送进了府衙，落得个当众受审、颜面扫地的下场。龙源以为靠封杀和买凶就能困死我风行，他却忘了人心都是肉长。他用刀子和银子逼着别人给他卖命，而我用的是给所有人一条活路，一个盼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仗从他动了歪心思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输了。冰检测到皇商超级订单，限时极短，运送目标极品活体大闸蟹，常规路线无法完成。可是风行镖局的陆当家，老朽福记总管福伯今日登门，是有一桩天大的难事，要求陆当家相助。福总管不必客气，有话但说无妨。实不相瞒，3日后乃是当今圣上的万寿节，我家东家承谋圣恩，要进献一批极品活体大闸蟹为圣上贺寿。但活蟹明日清晨才出水装桶，这蟹必须是活的、鲜的，且要在万寿节当日午时之前送抵京城。可如今从青州到京城足600里路，这活蟹离了水最多撑2日，寻常快马根本来不及呀！当家的，
这活物可比死货难伺候多了，600里路，限吃2日，还得保证活蹦乱跳的送到，这怕是神仙也办不到吧？老朽也知此事万难，我已寻遍青州大小镖局，唯有龙源镖局号称有日行800的快马，可那龙源大当家自上次吃了官司，便对风行恨之入骨，扬言要让福记看尽风行的笑话。他口口声声说唯有他龙源的快马能成此事，分明是想借此良机把我福记从风行手里抢过去。哟，福总管也在啊。我说福总管，这送活蟹进京的差事可是天大的体面，也是天大的风险。哼，风行镖局虽然近来风光，可他们靠的是走山路收山贼那点上不得台面的本事。这日行千里的活计，还得看我们龙源的快马。您可别为了一时义气，误了给圣上贺寿的大事。龙源还在跟我比谁的马快，可这世上最快的从来都不是马，是天，是水，是这天地间谁也违逆不了的伟力。福总管，这单生意我风行接了，我向你保证，万寿节当日午时之前，定将这批活蟹活蹦乱跳的送到京城。陆当家好大的口气，你拿什么送？就凭你那帮收编来的山贼用脚背过去吗？600里2天，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活蟹送到京城！哈哈哈哈！钱管事，上一回在黑风岭，你们龙源花5000两买的刀，最后是怎么变成我封商的护卫总管的？你应该还记得吧？你少在这里耀风扬威！上回是你走了狗屎运，这回送活蟹可是实打实的比脚程比快马。你风行没有日行千里的快马，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变不出一条河来。陆当家，钱管事这话虽然刺耳，可这600里的脚程，确实是横在眼前的死关啊！您当真有10成的把握？这可是关乎我福记满门，关乎给圣上贺寿的天大干系，万万出不了半点差错。福总管，我潞州做生意，从不说没把握的话。我既然敢接，便有10成的把握，准时将活蟹送到。我只问你一句，你是信龙源那虚无缥缈的日行千里，还是信我风行实打实600里送仙的本事？副总管，您可千万别被他花言巧语给骗了，他这是拿您福记满门的性命去赌他那不知所谓的船啊！钱管事不必替我担心，你只管回去告诉你们大当家，让他备好他那日行千里的快马。这一回，咱们就在这青州到京城的路上比一比，到底是他龙源的快马快，还是我风行的船快？船？哈哈哈哈哈！潞州，你怕不是失心疯了？这青州到京城一路都是旱地，连条像样的河都没有，你拿什么行船？我看你是黔驴技穷，开始说胡话了。是不是胡言？3日后自有分晓。潞州，这大晴天的，连条河都没有，你背着羊皮筏子，到底要做什么？等一场大雨。你说当家的这是图啥？大晴天的，赶制这么多筏子，咱们青州到京城一路全是旱地，连条河都没有。这筏子做出来，难道是给祖宗烧的纸船？可不是嘛！这单活蟹限时2天，600里地。唉，我看呐，当家的这回是真接了个烫手山芋，怕是要砸了咱风行的招牌喽。当家的，老朽倚老卖老，多句嘴。这送活蟹进京本就万难，您又当着钱多多的面立下了行船的军令状，可这天上连电雨云都没有，您让弟兄们背着羊皮筏子，万一这雨下不来，咱们风行这块好不容易挣下的招牌，可就要毁于一旦了呀！弟兄们心里没底是人之常情，换了我是他们，看着大晴天备船，也得犯嘀咕。可有些话现在说破了，反倒泄了天机，我得要让他们亲眼见证这天时之威。周伯，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心里都在犯嘀咕，大晴天的备船是不是当家的疯了？我潞州从接手风行到现在，可曾让弟兄们白忙活过一次？绝县里，我说有虎便有虎，我说有参便有参。黑风岭，我说能化敌为友，咱们便兵不血刃地收了200号好汉。这一回，我说3日内有大雨，那这场雨就一定会来，而且我要借的就是这场大雨之后从上游奔涌而下的涛山山洪。山洪，当家的，
您是说咱们要划着这筏子在山洪里走？不错，这青州到京城看着是旱地，可城外那条干涸的古河床，正是上游山洪奔涌的主河道。只要大雨一下，山洪一来，那条死寂的汉河就是我风行直通京城最快的水路。龙源跟我比马快，我偏要让他们看看，这世上最快的是天是水。俺老赵信当家的，弟兄们还愣着干啥？当家的算无一策，这回准能让龙源那帮散子输得连裤衩都不剩，加把劲儿，把筏子做结实喽！做筏子，跟龙源的比一比。你就这么有把握，这雨一定会下？青秋，你信不信我脑子里那东西？他说的是明夜子时有暴雨，那便绝不会差到丑时。咱们要做的就是养精蓄锐，等天时一到，便借着天地之力一飞冲天。好，我信你。这一回我替你掌舵。当家的，您让弟兄们把这羊皮筏子停在这干河沟子里，俺老赵是真看不懂了。您这地方是要让咱们划着筏子在土里走啊？弟兄们都在等你一个说法。这大晴天的，万里无云，你说的那场大雨真的会来吗？会来，而且比你们想象的要来得更快更猛。弟兄们，听我号令，即刻起，将所有活蟹木桶牢牢固定在羊皮筏子上，每张筏子配2名水性好的弟兄，所有人原地待命，养精蓄锐。是，弟兄们都听当家的，赶紧把筏子和货捆扎实喽！这天怎么说变就变了？方才还是大晴天，这会儿空气里怎么有股子下雨前的潮气了？这真的要下雨了？当家的他怎么知道的这么准？上午还是毒日头，这才半天功夫，天就阴成这样了。俺就说嘛，当家的算无一策，啥时候错过？弟兄们都打起精神来，把筏子和活蟹再检查一遍。这场富贵咱们接定了。来了，暴雨已至上游，再过2个时辰，子时3刻，洪峰便会奔涌而至。这一战的胜负，就看今夜了。是山洪，真的来山洪了！当家的，您神了！弟兄们，快上筏子！上筏！按计划，借洪方之力，全速北上。我们的目标，京城。青丘，前方有暗礁，贴左岸走。左前方丈五避，右侧调暗礁回正。青丘，前方有3连礁品字牌，跟我的口令一个都不能错。左、右、中间，全速冲过去。2号筏贴左臂，立刻！我的老天爷，当家爆点沈镖头掌舵，这哪是行船，这是神仙在踏浪啊！弟兄们，都跟紧头筏，照着头筏的路走，一步都不许差。龙源的快马此刻怕是还在泥泞的官道上一步一线的艰难跋涉吧？可我风行的船已经借着这天地之力飞起来了。这一仗从老天爷下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赢了。怎么回事？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下这么大的雨？快让马夫想办法！这匹快马要是误了时辰，咱们怎么跟大当家交代？管事！不行啊，这雨太大了，路全成了烂泥塘，马根本走不动啊！再这么下去，别说日行千里，咱们今天能不能走出这片官道都难受。不可能的，这鬼天气怎么偏偏在风行说要行船的当口下起来？泸州他谈到真的能未卜先知，那野羊皮筏子难道真的？陆当家，您真乃神人也！万寿节50未到，活蟹竟真的活着送到京城了，您这是救了我福记满门的性命啊！副总管言重了，风行镖局
言出必行，答应了的事就一定会办到。这极品大闸蟹离水即死，最是难以保鲜。从江南到京城，千里迢迢，竟还能如此鲜活肥美，闻所未闻呐！启禀圣上，福记所献极品活蟹，乃由青州风行镖局借天时水路，于1日之内千里送达，鲜活如初。好一个借天时水路600里送鲜！这风行镖局倒是有些真本事，能为朕的万寿节送来这般鲜物，是有心了。传朕的旨意，重赏福记，并嘉奖风行镖局。大当家，风行他们真的用船把活蟹送到了，还在宫宴上得了圣上的赞赏，名动京城。咱们的快马陷在泥里，连京城的城门都没摸着。官银、山贼、活蟹，3战3败，我龙源经营20年的基业，竟被一个毛头小子逼到了这般田地。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认输。正经的买卖我斗不过，那便只能用些上不得台面的法子了。要让风行万劫不复，光让他丢生意可不够，得让他潞州连同那姓沈的丫头，还有那帮收编来的山贼，满门抄斩，永世不得翻身。您是没瞧瞧啊，咱们当家的那是神人下凡，咱们的法子那叫一个快，跟飞似的。龙源那帮人还陷在泥坑里嚎呢。潞州，你又一次做到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了，你赢的从来不只是龙源的快马，而是这天地之间旁人无法企及的眼界。龙源总想着用更快的马、更多的银子去赢，可他不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去蛮干、去硬拼，而是顺势而为，是懂得借着天地间的伟力去做成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我们风行能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把每一条路都看得比别人更清、更远。可我总觉得光有那双能看清路的眼睛还不够。那夜山洪里，若不是弟兄们对你死心塌地，若不是独眼狼他们拼了命也要跟着法子，再清的眼睛也使不出那条水路。你说到点子上了，一个人能看清路，可一群人才能走完路。这天下的事儿，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能成的。人心齐了，泰山才能移得动。刘三，你在风行镖局当账房已经半年了，潞州那小子可曾起过疑心？回大当家，绝无半分。半年前，大当家安排小的走投无路前来投奔那出戏，演得天衣无缝。那潞州最是心善，见小的可怜，二话不说就收留了小的，还委以账房重任。潞州那小子最大的破绽就是这副菩萨心肠。大当家，这是朝廷严禁的军用强弩，只要是被查到，可是要诛九族的大罪啊！你从哪里弄来的这等凶物？我龙源经营20年，些许门路还是有的。这10具军弩，便是我送给潞州的投名状。正经买卖我斗不过他，比快马，比脚程，我样样不如他。可这又如何？只要他潞州一死，这青州的镖运，还不是要乖乖回到我龙源手里？再过10日，便是天下镖局的商会评级大会，届时朝廷会派人对各大镖局的仓库进行查验。刘三，小的在。我在你们风行的仓库下面早已花重金，秘密挖通了一条直通城东的地道。今夜子时，趁着风行上下都歇了，你便用这条地道，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军用强弩藏进风行那间存放贵重货物的仓库里。记住，要藏在最隐蔽却又能被搜出来的地方。等评级大会那日，朝廷的人一搜出这些违禁品，潞州哪怕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大当家放心，这地道隐蔽，又是夜半时分，小的保证神不知鬼不觉，把这催命符给潞州那小子稳稳当当种下去。很好，潞州，你料事如神又如何？你能算到天时地利，可你算得到我会在你脚底下给你埋下这满门抄斩的杀招吗？这一局，我倒要看看，到底谁才是螳螂之后的黄雀。
龙源啊龙源，正经买卖斗不过我，就想出了这么个满门抄斩的毒计，私藏军用强弩。哼，好狠的心，好毒的算计。可惜你千算万算，算漏了我脚底下的这点门道。这么晚了还不歇息？你的神色不对，是出什么事了？青丘，龙源要对我们下死手。他又要耍什么花招？是又买凶，还是要封路？都不是。这一次，他要的是我们风行满门抄斩。他在我们仓库的地底下挖了一条直通城东的地道，此刻他的人正带着10具朝廷严禁的军用强弩，要从地道潜入，把那些违禁品藏进我们的仓库。好歹毒的心肠，私藏军弩，那可是抄家灭族的死罪。陆州，我这就带人下去，把那挖地道的内鬼连同那批强弩一并拿下，再扭送官府，揭穿龙源的阴谋。不，先别动他。为何？现在人赃并获，正是揭穿龙源的最好时机。青丘，你想想，我们现在抓了内鬼，起出强弩，能拿什么证明这是龙源干的？那内鬼一口咬定是自己私藏，或是反咬我们一口，又当如何？龙源做事向来不留把柄，我们贸然发作，顶多是破了他这一局，却伤不到他的根本。他今日能挖一条地道，明日就能再生一条毒计，这样的对手不除根，永远是后患。你说的对，这半年来，龙源对我们的算计从未停过，封杀、买凶、构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若只是破了眼前这一局，他日后必然变本加厉。可这内鬼藏的这般深，又有地道相通，我们若想反将一般，谈何容易？他想用这10具强弩送我风行满门抄斩，那我便将计就计，把这10具催命符原封不动的给他原龙源2当柳的司库里，免忧送回去。这叫请君入瓮，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将这强弩反藏进龙源自己的司库，到了评级大会那日，朝廷搜查搜出违禁品的，就不是我们风行，而是他龙源。这一招黄雀在后，实在是太狠了。可是陆州，龙源的司库必定是戒备森严，守卫如云。我便是有天大的本事，要在数百名守卫的眼皮子底下潜入他的司库移藏强弩，也无异于虎口拔牙啊！你忘了我有什么了？龙源那座镖局，从地上的明哨暗桩到地下的密道司库，每一处的布防，每一队巡逻的路线，每一个守卫的盲区，此刻都在我眼前，清清楚楚。我做你的眼睛，你做我的手，我指哪儿你走哪儿，我让你停你便停。这天底下就没有我们闯不进的地方。好，有你这双眼睛，我便什么都不怕。这一趟我替你把这催命符给龙源的老贼稳稳当当的送回去。只是潜入龙源司库，你我相隔100步，无法当面传讯，这便需要一样东西——听风鼓。系统此前奖励过一对听风鼓，它分主鼓与子鼓，以鼓虫心音相连，能让相隔100步之人如在耳面般互通声息。有了它，我便能在100步之外时时指引你的每一步。他既然想做那只捕蝉的螳螂，那我便做这只藏在他身后的黄雀。青丘，这条地道他既然挖通了，那便也成了我们送他下地狱的黄泉路。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要慌，听我指挥。我必带你全身而退。青丘，能听到吗？地道的出口就在龙源后院西侧的枯井之下，你顺着地道走到尽头，便能从枯井潜入龙源的后院。地道之中漆黑一片，你贴着右臂走，约摸1炷香，便能到尽头。我已到地道尽头，头顶就是那口枯井。井壁有攀爬的凹槽，小心些。上去之后，先别急着出井。听得清，我已经出了枯井，到了龙源的后院。接下来怎么走？龙源的司库戒备最是森严，明哨暗桩巡逻队一个都不能惊动。这一趟前行，差之毫厘便是万劫不复。好在他们所有的破绽都在我眼里。原地不动，前方5步有一队巡逻的家丁正朝你这边来，等他们过去，数3息再动。向左，贴着墙根走。墙井第3个垛口后有一个暗哨正在打盹，
从他脚下的盲区猫腰过去。那家丁只是路过，不会进门。好险，陆舟，若不是你这双眼睛，我方才便要暴露了。危机解除了，继续向前，还有20步就是司库的院门。门口有2个守卫，是龙院的心腹高手，不好硬闯。你看院墙东南角，那里有一截爬满藤蔓的矮墙，是个监视的死角。从那里翻进去。司库的门锁是击扩锁，寻常钥匙打不开。锁芯的破绽在右下方，你用刀尖挑动里面第3根弹簧，就是这里。把那10具强弩藏进他司库最深处那个流进的大箱子底下，让他这满门抄斩的死罪藏得严严实实，神不知鬼不觉。成了，强弩已经藏好，与那些珠宝混在一处，神不知鬼不觉。陆舟，你这一招请君入瓮，当真是绝了。这老贼若是知道自己司库里多了催命的东西，怕是要气得吐血。别松懈，藏好东西只是第一步，你还要原路返回，安全出来，才算大功告成。听我指引，按来时的路退回枯井。记住，出来比进去更险。守卫换了班，巡逻的路线也变了，你的每一步都要听我的。好，我都听你的。当家的，沈镖头，这下可算是把那老贼的脖子套进绳套里了，就等评级大会那天，亲手把绳子一拉。还不到高兴的时候，藏好了强弩，只是把刀架在了他脖子上。这最后一刀能不能砍下去，还得看评级大会那日，御史会不会查，敢不敢查龙源。我们得让这把火烧得名正言顺。所以你才特意留了那内鬼刘三，没有打草惊蛇。不错，刘三藏强弩进我仓库时，我已命人暗中取证，记下了他出入地道的一举一动。评级大会那日，他便是指证龙源构陷的活口，一环扣一环，龙源插翅难逃。钱多多，再过3日便是风行覆灭之时。陆舟那小子料事如神又如何？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仓库里已经被我种下了满门抄斩的死罪。来，本当家敬你一杯，预祝马到成功。恭喜大当家，贺喜大当家！那姓陆的插翅难逃。陆舟那小子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等会儿御史一搜他风行的仓库，搜出那10具军弩，我看他还怎么嚣张。风行镖局今日便是满门抄斩之时。大当家神机妙算，这回那姓陆的可是插翅难逃了。奉圣上旨意，本官今日主持天下镖局评级，并彻查各局有无私藏违禁、图谋不轨之举。凡查出私藏军械者，以谋逆论处，满门抄斩，绝不姑息。现在开始查验各局仓库。草民听闻，近来风行镖局行事张亢，似有不轨之举。草民斗胆，恳请大人先查风行镖局的仓库，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御史大人，龙源大当家既然如此热心，要查我风行的仓库，草民悉听尊便。不过，草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讲。草民恳请大人，在查验我风行之后，也务必彻查一下龙源镖局的司库。草民有确凿证据，龙源镖局私藏朝廷严禁的军用强弩，图谋不轨。陆舟，你血口喷人！我龙源行得正，坐得直，岂容你这般污蔑？御史大人，这分明是他风行做贼心虚，恶意攀咬。是不是污蔑？搜一搜不就知道了？孰是孰非，一查便知。来人，分2路，一路查验风行仓库，一路即刻查封龙源司库。本官倒要看看这违禁军弩究竟藏在谁家。启禀御史大人，在龙源镖局司库最深处的鎏金大箱底下，搜出私藏的军用强弩，共计10具，人赃并获。不对啊，强弩明明藏在他仓库里的，怎么会搜不出来？不可能！这强弩我明明藏在风行的仓库里，这是陷害，是陆舟陷害我！御史大人冤枉啊！放肆！人赃并获，铁证如山，你还敢狡辩？你说强弩藏在风行仓库，你怎知风行仓库藏有强弩？你又怎知这强弩本不该在你龙源司库之中？这岂非不打自招？亲口承认了你栽赃构陷，
私藏军弩的滔天罪行。我不是这个意思，御史大人，草民冤枉！冤枉！私藏军用强弩10具，以谋逆论处，栽赃同行，构陷忠良，其心可诛。来人，将龙源大当家及其同党即刻拿下，打入死牢。龙源镖局即日起查封抄家，所有资产充公处置，其名下所有镖运商路一并褫夺。饶命啊！是龙源大当家指使小的，半年前便是他安排小的潜入风行的。呸！吃里扒外的东西！当家的待你不薄，为你以账房重任，你竟敢做这等下作的勾当，要害我风行满门！御史大人，这便是龙源安插在我风行的内鬼，他亲口招认，人证物证俱在，一并拿下，押入死牢，听候发落。从兵临小逼的破镖局，到如今名震天下，你只用了不到1年。陆州，你赢了，赢得堂堂正正。青丘，你说龙源为何会输？因为他机关算尽，反误了青青性命。不全是，龙源输在他从头到尾都只想着算计、构陷、处除异己，把心思全用在了害人上。他有日行千里的快马，有经营20年的根基，有数不清的银子，可他偏偏忘了，做镖运做的是信誉，是人心。他用刀子和银子逼人就范，我用活路和盼头聚拢人心。他越是想害人，便越是众叛亲离；我越是想成全人，便越是得道多助。这一局，从他动了那害人的念头起，胜负其实早已注定。你看他们，若是当初我在黑风溜血洗了黑风寨，我今日得到的不过是几条人命，一座空寨。可我给了他们一条活路，如今得到的却是200员忠心耿耿的好汉和一片真正的人心。这天下的事从来都是如此，你想毁掉什么，最终毁掉的是自己；你想成全什么，最终成全的是自己。我跟了你这么久，今日才算真正明白，你最厉害的从来不是脑子里那双能看清路的眼睛，而是这颗愿意给人活路的心。